大家好，我是坤啊。这两天游戏改版后出了一个功法圆满系统啊，怎么说呢，让人有点一言难尽吧。感觉有必要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想法。那今天就针对这个新出的系统，和同学们聊聊它的概念，对不同刻度玩家造成的影响大小，以及何时才是适合培养它的时机啊。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首先我们来聊聊这个系统的概念啊。我们点开这个功法圆满的规则，它在指定的数量功法达到圆满后，可以消耗要诀啊，这个启动功法圆满等级效果。那这边写功法点应该是描述错误啊，因为今天有问到点到比较后面的大佬啊，每一层解锁呢都是消耗一个要诀，那到后期是否需要更多要诀呢？暂时未知啊。那解锁圆满的效果呢？一个是提供全功法基础属性的加成啊，一个是基础的气血增援攻击的趴数。那这个越往后呢，加成越高，可以看到第一项从5%至10%，再到15%。那第二项呢是会从1%升至2%。那这个全功法基础属性加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点击这个功法评分这里，它包含的是所有基础属性、攻击属性以及防御属性的所有数值。那后面的启动属性就是功法的特殊效果了，不包含其中啊。也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气血增援、攻击命中、闪避、会心、会抗、防御等所有的基础的面板啊，也就是所有这个功法升级过程中这个中间的这些小节点啊。那一开始看到公告以为这个基础属性是指这个在这个基础属性而已啊，那没想到是这3项全加的，好吗？那圆满效果的第2项啊，就和这个天地啊以及古堡套装的趴数加成是一样的了啊，这就是它的概念啊。那我们如何评价这个新系统呢？这个新系统其实很难让无氪和小氪拉开差距，更多的是把高战与顶战距离拉得更远。那我们在之前功法培养的影片有提到过，以培养 CP 值的角度来说，所有功法的培养不建议圆满，而是以解锁功法的特殊加成为优先。甚至刻度中等的玩家，包括我，基本上在解锁需要的特殊加成之后都会转而投入下一本功法的特殊加成啊。那当然，这个方式在新系统出来之后，直至大后期前还是同样适用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会提到。那这个系统对于我这样的玩家甚至再以上一些能提供的数值提升其实非常有限。而完成大量功法圆满可以说是顶氪大佬的专属权益吧。那这个新系统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这一块投入的收益啊。本身圆满功法呢这个该本功法的基础属性就会提高100%，变成2倍，然后再叠加这个新系统的基础属性加成以及这个基础趴数，那这样3重加成下来呢，能提供的数值提升会相对可观的多。好，那是不是在这个系统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转换功法培养的思路，去开始注重功法圆满的培养呢？我们先说结论吧。个人认为呢，除了顶氪玩家，这个系统从开局直至大后期，至少在功法培养到20阶甚至22、23阶之前在重要的特殊加成，包括丹药、灵气、法则、神通增减、气运仙魔增减、法宝增减等，在所有这些特殊属性加成接近毕业前，我们仍然不建议花费大量资源去提前培养功法的这个圆满系统还是更推荐沿用最早的功法培养的建议，也就是不圆满，好吗？那理由一呢，特殊加成仍然是功法的主心骨对于这个养成速度以及实际战力的提升都是更高的。且功法在最后的3层所消耗的资源呢，实际上会比你想的要更多。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这个8阶的功法，它一共是15层，对吧？那每层这个不对，整本的功法呢，它需要的功法点数为14640，而这个13至15层所消耗的功法点数就需要4500约为整体的大概30%吧。那比如12阶的功法一样也是15层，那它整本呢需要消耗19575，那13到15层所消耗的功法点数为6000，同样为整体的30%左右那如果在前期过早的开始注重圆满系统的培养，在资源同样的情况下，相信你的特殊加成会被逐渐拉开导致你的养成速度和更重要的战力加成逐渐落后。那这个是功法这个圆满系统所提供的基础面板的提高没有办法 cover 掉的差距造成一个因小失大的情况。
当然前面的这个层数啊门槛比较低，比如3啊、6啊、12甚至18这些，可以靠少量的资源，在你已经入坑一段时间后啊，补充前面的消耗少的功法来凑一些属性提升啊。但是 that's it 好吗？那我个人的情况呢，现在功法是点到了19阶啊。那我最近呢可能会圆满一些4、5、6阶的功法，然后凑个18层什么的啊。那之后呢，我还是会继续培养，就是后面重要的特殊加成，好吗？那我现在已经大成后期了，那以我这个刻度，在当前呢也是没资格去拉这个系统的，好吗？那第二个呢，越早阶段的功法，提供的基础属性也越低啊，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不同境界的数值差异也是极大的。比如这个5阶好了，它在这个一本其实能提供的那个数值比如说这种40多万，然后5000多攻击，那你去圆满一些前面的解锁那个效果呢，其实对它本身造成的影响不大。你可以蹭的就是后面基础属性比较高的一些高阶未圆满功法的一些这样的数值啊，让他们有一点提升。所以对于入坑时间较长且一直没有在圆满功法的同学，这个系统突然出现以后，你开始大量的圆满前面的功法，它会反馈给你的数值也是不高的，好吗？它更像是一个给本身已经有大量圆满功法的科长们一个如虎添翼的加成吧，而不是让你现在开始放弃本身的功法进度，然后靠这个系统去形成质变。好，那讲完这些啊，最后给大家看看这个系统对于课长玩家的提升啊，让大家有个概念嘛。那我有找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大，你们人呢？那大佬给我一些截图数据啊，我猜你在这里。那他是这个临界百族大区的荒野薄荷啊。那这边呢，它进度会比我们慢啊。今天未免刚开大成，干这不才第1天吗？那薄荷呢，其实大部分重要的功法特殊加成已经解锁了，现在在23阶。那这个系统开放前呢，它圆满的功法是69本，然后我请他在升级前这个给我就是在前后各截了一次图啊，下面是数据对比。那不管基础趴数的提升呢，光是全功法基础属性加成啊，气血真元差不多提升了10亿，攻击差不多800万，那命中闪避呢差不多1.7万啊，彗星差不多5万。还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值。其实气血真元攻击还好，命中闪避彗星啊，这些提升在整体的占比其实一下变得很高。比如我自己的彗星是23万啊，他这边光考功法提供了12万，那命中闪避呢，我大概是6万，那他这边快5万啊。那对他自己来说呢，这块提供的彗星也达到了自身的1/3，那命中闪避差不多占了1半啊。而气血真元攻击呢，没有到那么夸张的占比，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系统还是主要服务于顶氪玩家的。那像无氪、小氪玩家，或者像我这个练度左右的玩家呢，还是不要太放在心上了，好吗？好，那今天就是针对功法圆满新系统的介绍了，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啊。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为我点个订阅，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同学们有什么没听懂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都会在第一时间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